落魄山祖师堂成立时，李保平等人都有什么样的变化呢？随着言出法随的李怀写下了陈平安的名字，身在落魄山的陈平安果真启程前往了山崖书院，并且陈平安这一次出行还带着从莲藕福地出来的裴钱一起同行，同时崔东山也带着魏县离去。而如今陈平安已成功建立了落魄山山门，所以双方临别前，崔东山告诉陈平安，先生这么多年一直辛苦搬山，靠自己本事挣来的做靠山，其实可以依靠一二了，路足且长，先生请从容。现在的落魄山同气连枝，陈平安遇事终于有所依靠了。同时与陈平安同行的裴钱也告诉陈平安，裴钱说他这一次进入莲藕福地时，他特意找到当初给他送食物的那个小姑娘，并诚心诚意与他道了谢，更道了歉，并且裴钱还说他还专程交代了还留在莲藕福地的曹晴朗，若是将来那个小姑娘家里出了事，让曹晴朗代为帮衬一下。当然如果是那位小姑娘或是家人做错了，那么曹晴朗也就不用去管了。当初本性为恶的裴钱就因为小姑娘没有给他带食物，所以裴钱就想要出手杀死那位小姑娘，幸亏当时陈平安及时出现，否则裴钱就被暗中保护小姑娘的家丁给打死了。所以最初见到这件事整个过程的陈平安才会极度厌恶裴钱，而如今弃恶从善的裴钱也认识到了自己犯下的错误，所以裴钱才会特意找到那位小女孩向他道歉。陈平安面对裴钱的勇于认错自然是非常高兴，所以陈平安欣慰地告诉裴钱，所有能够重新翻出来说到的陈年旧事，才是真正的解开了心结。裴钱以前做得很错，但是之后做得好，这让他陈平安非常欣慰。而陈平安离别数年的山崖书院这边几位孩童变化也很大，求学问到李保平当之无愧是最好的，只说修行谢谢其实已经走在了最前面，能够称得上修行治学两不误的却是林守义。万事悠哉修心养性，人生从来无大事，其实一直是余禄的强项。如今余禄在慢慢温养权益，循序渐进，一点一滴打熬精深进体魄的底子。至于李怀，当年得了那头通灵的白鹿之外，之后的这些年也是陆陆续续添补了许多家当，只不过李怀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满满当当的一竹箱宝贝全部搁那儿吃灰暴殄天物。等陈平安和裴钱到达山崖书院后，陈平安率先去见了师兄毛晓东，两人自然就聊到了李保平他们这些年求学生涯的近况。毛晓东简明扼要说了些，陈平安听得出来大体上还是满意的，不过陈平安也听出了一些好似家中长辈对自己晚辈的小牢骚，以及某些言外之意，例如李保平的性子得改改，不然太闷着了，没小时候那会儿可爱了。林守一修行太过顺遂，就怕哪天干脆弃了书籍去山上当神仙了。余禄对于儒家圣贤文章读得透，但其实内心深处不如他对法家那么认可和推崇，谈不上什么坏事。谢谢对于学问一事从来无所求，这就不太好了。谢谢太过专注于修道破开瓶颈一事，几乎昼夜修行不懈怠，哪怕在学堂心思依旧在修行上，好像要将前些年自认挥霍掉的光阴都弥补回来。欲速则不达，很容易积攒诸多隐患。今日修行一味求快，就会是来年修行停滞不前的症结所在。对于李怀反而是毛晓东最感到放心的一个存在。毛晓东还夸赞说李怀这小子很不错，因为陈平安夸赞了一句师兄毛晓东教书有文圣老先生的风范，毛晓东非常开心地给陈平安送了许多书籍，说是就当他为落魄山祖师堂落成的关联了。之后陈平安才和李保平等人相见，不过这一次李保平竟然已经开始学着喝酒了，这也说明小保平是真的长大了。在帮着众人查漏补缺补全心境的同时，陈平安还告诉了众人他在落魄山建立祖师堂的事情，众人都很意外和高兴，并且陈平安还豪言让大家之后只管去落魄山做客，只要是他陈平安的山头，他们尽管可以自己挑选喜爱的山头，然后他陈平安帮着他们打造成读书的屋舍。除此外，陈平安还建议余禄去找朱脸锤一下武道底子，陈平安还眼神真诚地说朱脸出手比较有分寸，余禄没答应也没拒绝，只是余禄说他怎么觉得有些后背凉飕飕的，毕竟朱脸可是出了名的武疯子，所以朱脸的出手又怎么可能会有分寸呢？不过陈平安也只有面对打心底喜爱的人才会吸睛附体，可见山崖书院这几位孩童在陈平安心中的地位很重要。在见过了众人，说过了心里话，陈平安也就带着裴钱和众人告别离去了。离别时，小宝平并没有什么伤感，小宝平反而充满了期待。如今他的小师叔最从容，所以小宝平觉得自己也应该向小师叔看齐。在裴钱叽叽喳喳聊着从宝平姐姐和李怀那边听来的有趣故事的唠叨中，陈平安和裴钱顺利返回了落魄山，只是陈平安并没有过多的停歇。随即陈平安又乘坐渡船开始南下远游，这一次陈平安的目的地正是到玄山之外的剑气长城。而在渡船之上，有披麻宗管前的元婴修士韦宇松，还有春鹿浦的那位财神爷唐喜，以及北岳正神魏鲁，加上陈平安落魄山四方势力正式开始规划生意往来的细节。众人商议完成后相续离去，只有陈平安继续乘坐渡船到达了老龙城。随后在老龙城，陈平安又继续乘坐了孙家的山海龟远赴到玄山，此去出海又远游，每过一天便与剑气长城更近一些了。这也代表了陈平安终于快要和宁瑶再次相见了。陈平安赶赴剑气长城再见宁瑶，宁瑶竟已经斩断了与陈平安相连的红线。
在陈平安成功建立落魄山祖师堂后，陈平安也是终于启程出发前往剑气长城了。只是如今陈平安虽然已经成为了一座山门之主，但由于落魄山为了提升莲藕福地的等级花费巨大，所以陈平安不得不把自己挣来的所有的家当都留在了落魄山。临行前，朱脸这位落魄山管家一共就拿出了10颗谷雨钱的路费给陈平安。好在最后在陈暖树的帮助下，陈平安这才拿到了30颗谷雨钱的路费。所以这一次出行，陈平安这位山主难免有些寒碜。毕竟陈平安这一次远行是要去见自己心心念念的宁瑶，30颗谷雨钱除去中途乘坐跨州渡船的费用，可就剩不下太多了。这空着手去丈母娘家总归是不太像话。可陈平安也明白，如今的落魄山确实很艰苦，所以陈平安也体谅朱脸连他这位山主都坑的心酸。不过好在陈平安所乘坐的渡船是老龙城孙家的山海龟，这孙家已经和落魄山达成生意往来的约定，因此陈平安也算是捡了个便宜，白坐了一趟渡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航行，陈平安终于抵达了道玄山。经过一番打听，陈平安得知，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剑气长城和妖族接连又发生了2场大战。这2场大战惨烈不输以往半点，但是十分急促，故而双方战死之人都极快极多。尤其是蛮荒天下的妖族付出了比以往更大的代价，远远不是先前漫长岁月当中的大战能相比的。因为以前双方每一次交战都是断断续续，往往要延续个20-30年光阴，可现在的这2次大战就发生在一个短暂的10年之间。北距泸州那位剑修领衔人物之一的剑仙便战死于第2场大战当中。当时身在北距泸州的陈平安就曾寄剑缅怀过这位剑仙，所幸在剑气长城守门人的告知中，陈平安得知宁瑶安然无恙，放下心的陈平安这才去往了金剑阁见了宁瑶父母的画像，然后陈平安又去为宁瑶买了一份礼物。最后陈平安才正式进入剑气长城。来到剑气长城的陈平安直接向着宁瑶的家飞奔而去。而就在陈平安到达宁瑶的家开始敲门时，宁瑶家的墙头上突然就出现了一排的脑袋，这些人正是宁瑶的朋友们燕卓、董化福、谍丈和陈三秋。燕卓、董化福和陈三秋都是剑气长城中的豪门子弟，只有女子谍丈是剑气长城陋巷出身。谍丈也是年幼时被阿良遇到，便经常被阿良使唤去帮他买酒。阿良和宁瑶他们又非常熟悉，所以这一来二去，谍丈便和宁瑶他们成为了朋友，并且谍丈还在之前和妖族的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胳膊。他们几人得知陈平安进入剑气长城后，便及时赶来看热闹。陈平安也是没有在意他们的存在，然后随着宁瑶家的大门缓缓打开，而开门的宁瑶见到陈平安难免有些生气，便故作不认识的询问陈平安是谁。毕竟陈平安在这离开的10年间可都没有给他寄过任何书信。而正当宁瑶心里暗骂着陈平安这个没良心的负心汉时，陈平安直接就一把抱住了宁瑶，轻声道：“浩然天下陈平安来见宁瑶。”宁瑶微微脸红。陈平安告诉宁瑶，这些年他很想宁瑶。排在墙头的几位好朋友看见这一幕，便开始起哄。松开宁瑶的陈平安坦然地和他们打招呼，并感谢了他们一直陪伴着宁瑶。在几位好朋友离开后，宁瑶便开始询问陈平安这些年有没有姑娘喜欢他。陈平安没有隐瞒，有，但是不曾对他们动心，以前是，以后也是。陈平安也不愧是行了万里路的老江湖了，这回答天衣无缝。之后陈平安又把他这些年游历的山水游记拿给了宁瑶看，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随后陈平安才向宁瑶解释，这些年他没有寄信来剑气长城，完全是为了不让宁瑶分心。同时宁瑶也告诉陈平安，宁瑶说当初在陈平安走后，他便找到了陈清都爷爷，请陈清都斩断了他和陈平安之间那些被人安排的姻缘线。当时陈清都就曾询问过他宁瑶，万一斩断姻缘线后，宁瑶和陈平安互相就不喜欢了，陈平安就这样愈行愈远，再也不回剑气长城了，怎么办？可宁瑶却坚信他喜欢陈平安完全不是那一条姻缘线的缘故，相同宁瑶也相信陈平安喜欢他也不是靠着姻缘线，所以最后陈清都出手斩断了2人所牵连的姻缘线。如今没有姻缘线的宁瑶和陈平安已经再次相见，曾经的心上人依旧是心上人，这也证明了宁瑶的眼光果真没有错。宁瑶说完后缓缓睡去，陈平安坐在宁瑶身边，抬头是蛮荒天下的3轮天上月，低头是一个心上人。而宁瑶毕竟是剑气长城最为瞩目的一位天才女子，可现在宁瑶却对浩然天下的陈平安死心塌地，所以陈平安的到来自然引起了他人的不满。那么陈平安又将如何应对这些人的出手呢？陈平安展现实力征服宁瑶家中长辈。随着陈平安历尽艰辛跻身了武道第7境，陈平安也是终于按照约定来到了剑气长城，与宁瑶再次相见，并深情地向宁瑶表达了爱意。而宁瑶告诉陈平安，他已经让陈清都斩断了自己和陈平安相连的姻缘线，如今没了姻缘线相连的陈平安还能来剑气长城见他宁瑶，这就说明陈平安对宁瑶的爱无关姻缘线，这份爱意是真真正正存在的。所以同样爱着陈平安的宁瑶很是开心。随后陈平安也表示这一次要在剑气长城待很长一段时间，所以陈平安便在宁瑶的家中住了下来。
而宁瑶自父母去世之后，她的家中就只剩下管家奈兰夜行和母亲曾经的贴身婢女白莲霜了。奈兰夜行曾是剑气长城最擅长隐匿刺杀的玉仆境剑修之一，只是一直以来妖族都在想尽办法想将宁瑶这位不是天才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奈兰夜行为了保护宁瑶，被一位隐藏在暗处的大妖打成重伤。虽说遭受重创的奈兰夜行一颗本命元婴半虎，魂魄腐朽，但是内兰夜行的战力依旧相当于玉仆境剑修，若是被他在暗处盯上，那么内兰夜行的危险程度还会更高。至于宁瑶母亲的婢女白莲霜老嬷嬷同样是一位高手，并且白莲霜还是剑气长城很稀少的只境武夫。可惜的是，白莲霜同样是为了保护宁瑶，被城中的一位刺客打成重伤，跌了一境。如今白莲霜老嬷嬷也是有着山巅境的战力。虽然那蓝夜行和白莲霜都相信自家小姐宁瑶的眼光，但剑气长城终归不是一般的地方。若是陈平安战力太差，肯定会拖累到宁瑶的。所以同为武夫的白莲霜便主动出手试探了一番陈平安的身手。白莲霜开始以武夫第8境的修为对陈平安出拳，陈平安硬抗了白嬷嬷的一拳，毫发无损。本来白莲霜心里已经差不多认可了这位姑爷，但是陈平安为了让两位老前辈彻底安心，于是陈平安便让白嬷嬷尽管以9境修为对他出手。虽然最终白嬷嬷仍是顾及陈平安没有以实打实的9境修为出拳，但白嬷嬷也是拿出了9境武夫的身法和8境巅峰的全力与陈平安对打。最终陈平安的表现仍是相当出色。陈平安毕竟是被3位只境武夫先后喂过拳，所以陈平安对于扛揍那是没得说，8境巅峰的拳头砸在他身上问题可不大。关键是陈平安连白嬷嬷9境武夫的身形也能捕捉，同时奈兰夜行也在期间驾驭飞剑突然试探了陈平安一波。陈平安的反应让奈兰夜行很是满意，所以陈平安的实力自然得到了2位长辈的认可。而宁瑶在剑气长城除了奈兰夜行和白莲霜2位亲近之人外，其实宁瑶的外公也还在世。宁瑶的外公姚家在剑气长城也是有名的大家族，但是姚家却极少和宁瑶家来往，只因为当年宁瑶的母亲是执意要嫁入家道中落的宁府的，当时姚家上下都不同意这门婚事。那时候宁瑶的父亲也境界不高，更是没有一鼓作气成为剑仙的架势，若只是如此，姚家也不至于如此势利眼，非要拦着女儿嫁给一个出息不大的男人。问题在于当年姚家请了一位坐镇城头的道家圣人，帮着算过宁瑶父亲和母亲的八字卦象，结果自然是不太好。所以就算当初宁府想要以家中极为珍贵的斩龙台作为彩礼送给姚家，姚家都没答应，只是宁瑶母亲自己铁了心嫁入了宁家，所以姚家一直都对宁府不冷不热。哪怕后来宁瑶父亲跻身入了上5境，姚家那边依旧是不冷不热，宁瑶母亲更是因此没怎么回过娘家。直到宁瑶出生后，2家的关系才有所好转。可惜后来宁瑶父母在和妖族的13之争中双双去世，应验了当初那位道家圣人的预言，所以姚家每看见宁瑶便会想起自己的女儿，伤心。因此在这之后2家又极少有过来往。陈平安从白嬷嬷那边打听到了这些消息后，便默默记在了心中。可见宁瑶的现世安稳是因为有人替她负重前行，但宁瑶很通透，她不会太沉溺于这些人对她付出而内疚的情绪。宁瑶可是很理智果决，他能回报他们的唯有斩杀更多的妖族。同时姚家虽然碍于情面明面上没有帮助宁瑶太多，也许在看不到的其他地方，宁瑶的外公可没少帮宁府的忙。而陈平安在宁府安顿好之后，走出宁府的陈平安也就要开始在剑气长城展现真正的实力了。那么陈平安如今的实力和剑气长城年轻1辈相比，又孰强孰弱呢？陈平安给宁瑶的求亲聘礼有多豪气呢？初次大战剑气长城同辈天才的陈平安又有多强？剑气长城一直以来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外乡的所谓天才人物来到剑气长城历练，那就必须要在城内接受当地同境剑修的3次挑战，一般能够打赢1个，兴许属于有几分真本事的。若是可以打赢3人，剑气长城才会认可你是实实在在的天才。当年武道天才曹慈来到剑气长城之时，便是以1只手连过3关，连败3人，这才赢得了剑气长城年轻1辈的尊重。所以在剑气长城想要获得认同，还得看自己的一双拳头硬不硬。如今随着陈平安来到宁瑶家住下，加上宁瑶又是毫无掩饰对陈平安的爱意关系，无时无刻不反映着剑气长城这颗最为闪耀的星被陈平安这位外乡人给摘去了。所以宁瑶家的管事奈兰夜行就提醒陈平安，让陈平安近期不要想着出门，不然一旦出了门，外面那些年轻剑修肯定会挑战他陈平安的，而且还是那种想要废掉陈平安的那种挑战。如果陈平安选择避让也可以，那就要给外人瞧不起，沦为整个剑气长城的笑柄。若是陈平安选择答应挑战硬碰硬，哪怕过了前边2关，第3关出剑之人就会不轻松了，肯定最少也是与燕卓、陈三秋一个水准，甚至是有过之的年轻金丹剑修，而且年龄会是在30岁之下，撑死了也不会超过35。毕竟陈平安可不是剑修，
而是一位金身境武夫。既然修道不同，那就拿年龄来说事，只要是同辈年轻人挑战，那就符合规矩。但陈平安所展现的实力非凡，纳兰夜行倒也没有太过担心陈平安被欺负。之后，陈平安与宁瑶家的2位长辈纳兰夜行和白练霜渐渐熟悉过后，陈平安便主动把2位前辈叫到跟前，正式开始与他们商量提亲一事。陈平安拿出了自身仅有的2件仙兵剑仙和法袍金领，以及从道玄山购买而来的玉牌作为聘礼。虽然以2件仙兵作为聘礼，在剑气长城都是从未有过的豪气，毕竟即便是陈董奇这些大家族中的子女婚嫁，能够拿出1件半仙兵或是仙兵作为聘礼或是彩礼，就已经是剑气长城相当热闹的事情了。但即便陈平安聘礼贵重的吓人，可2位前辈还是不太希望宁瑶的终身大事太过草率，他们还是希望陈平安能够找到1位长辈前来正式提亲。对此，陈平安只好说出家中长辈已然不在世，就连自己所敬重的齐先生和崔成也先后离去。虽然还有先生在世，但文胜踪迹难觅，一时半会又找不到，不得不说这里有些心疼小平安啊。但是知道2位前辈的心意后，陈平安还是下定决心在剑气长城找人前来提亲，以表对宁瑶的重视。纳兰夜行和白练霜本就认可了陈平安，所以加上陈平安的真心实意，双方自然很是愉快地将提亲仪式拍板了下来，只等陈平安请来长辈便可大功告成。而知道陈平安要提亲的宁瑶当然也很是开心，甚至在陈平安与2位前辈商议的时候，宁瑶还在屋外偷听。一向高冷的宁瑶也只有在陈平安面前才会有如此大的改变。之后，宁瑶的朋友再次来到了宁府，众人都想悄悄观察宁瑶和陈平安的相处，没想到隐藏的几人率先被陈平安给发现了。无奈现身的几人对陈平安的境界战力很是好奇，毕竟他们作为宁瑶的死党，也不希望陈平安被人挑战输得很惨，所以燕卓就想和陈平安切磋一番，试试陈平安的身手如何。而在如今的剑气长城年轻1辈的剑修中，老大剑仙陈清都曾评价，剑气长城这边的孩子分2种剑修，那就是宁瑶与宁瑶之外的所有剑修，不服气的话就心里憋着，反正打也打不过宁丫头。而除了宁瑶这位第1阶梯的战力之外，先天剑胚和剑道天才又大致可以分3种。第2阶梯分别是半个隐官的弟子庞元济，与大家族出身的奇兽和陋巷出身的高野猴，这3位便是宁瑶之下最为出类拔萃之人，他们也是被誉为有大剑仙资质之辈。同时奇兽也是与宁瑶最门当户对的一个年轻人。在这3人之后，就是宁瑶的朋友燕卓这波人了。燕卓他们之后又还有第4阶梯的人，可即便是第4阶梯垫底的剑修，出了剑气长城后，也是会被各家宗字头仙家抢破头的先天剑胚。宁瑶的朋友们对陈平安可没有半点不好的印象，但是燕卓他们与宁瑶毕竟是朋友，所以他们才不希望宁瑶挑中的男子一出门就被人3两下就给撂倒了。一旦沦落至此，兴许宁瑶不在意，陈平安也确实没有什么错，但是作为宁瑶朋友的燕卓、董黑炭谍障和陈三秋，他们可是有很大的意见的，所以燕卓就想要提前探探陈平安的战力有多高。宁瑶大概跟陈平安讲起过自己的这些朋友们，所以陈平安对于战胜燕卓他们还是有信心的。但燕卓毕竟是宁瑶的朋友，所以陈平安厚道自然不会把燕卓给教训一顿。陈平安只是说等他出门回来后再来和燕卓打一次。随后陈平安便随着他们一起上街游玩。然而等陈平安出门后不久，果真就有人拦路要挑战陈平安。第1位出场的是一位名叫仁义的龙门境剑修，仁义大概也就是先前提到的第4档的天才，只是龙门境剑修在陈平安面前根本不够看，自始至终仁义更是连佩剑都没拔出就被陈平安给打趴下了。而第2位出场挑战陈平安的是一位白衣公子哥，是一位金丹境的剑修，实力和宁瑶朋友董化福他们差不多，不过白衣公子哥的金丹实力依旧不够看，挑战的整个过程愣是都没碰到陈平安就给打趴下了。在这2场的挑战中，周围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了。陈平安也知道那些对宁瑶有想法的年轻1辈高手早已到场，于是陈平安便索性开口直接挑衅，听说有人叫奇兽惦念我家宁瑶的斩龙台很久了，我就很希望你的飞剑足够快。然而奇兽还没开口，却有人忍不住率先回答陈平安，别说是奇兽，连我庞元济都要忍不住出手了。陈平安让庞元济尽管出手，庞元济却是一本正经道，我出手怕会直接嘎掉你。对此陈平安只是回答说，我求你别打了。那么陈平安对上剑气长城宁瑶之下的最强高手，又能否轻易胜出呢？陈平安接连大战剑气长城2位顶级天骄，傲娇大师兄左右差点忍不住要为小师弟出头，因为陈平安俘获了剑气长城最为瞩目宁瑶的芳心，因此陈平安也是得到了剑气长城同辈天才们的仇视。于是这些人便想着接外乡人前来剑气长城历练，必须要接受剑气长城同辈3场问剑的规矩，好好给陈平安一点颜色瞧瞧。好在陈平安的实力也不差，在轻松赢下了2位前来挑战他的天才后，陈平安也是直接点名要挑战惦念宁瑶很久的奇兽。这奇兽可是剑气长城的顶尖天之骄子，当然是除了宁瑶之外的顶尖天才。
毕竟民谣可是剑气长城同代无敌的存在。然而在陈平安开口要挑战奇兽后，奇兽还没回应，陈平安所展现的实力却勾起了同是天骄庞元济的兴趣。庞元济率先站出来想要应下和陈平安的第3场战斗，但接着奇兽也走了出来，要成为陈平安第3场对战之人。其实先前来挑战陈平安的仁义和白衣公子哥都是奇兽故意安排的人选。仁义是龙门境剑修当中年纪小的飞剑快人，若是陈平安输给了仁义，当然是什么面子都没了。就算赢了仁义，对陈平安也不是什么好彩头。至于第2位出场的金丹白衣公子哥，也是最花架子的，赢了白衣公子哥容易掉以轻心，陈平安也算有了不小的名气。最后再由奇兽这个一肚子坏水的上场来解决掉陈平安，奇兽就可以利益最大化。所以这场挑战就是针对陈平安的一个连环套，因此奇兽自然不会放任自己所设之局最后让庞元济捡去便宜。而就在奇兽和庞元济争抢着成为陈平安第3场的对手时，被吸引过来的剑气长城尹官就有些等不耐烦了，直呼让半个弟子的庞元济先把奇兽给干一顿，然后再出手挑战陈平安就完事了。在如今的剑气长城，飞升境大剑仙董三更是出了名的脾气差，但董三更的脾气在剑气长城也只能排第2，因为脾气最差的正是这位小姑娘模样的尹官大人。尹官并非姓名，而是剑气长城世代承袭的一个远古官职。尹官在剑气长城负责督军刑罚等事务，在剑气长城的历史上有许多不堪大用沦为傀儡的尹官大人。但是在现在这位尹官接手这个头衔之后，剑气长城便对于尹官的轻视之心荡然无存，只因为如今的尹官不但是杀了最多中武境妖物的人，1000年以来的南边战场上被他一拳打得血肉横飞，当场毙命的几方怯战剑修同样也多。当年和妖族的13之争中，剑气长城这边的出战第1人正是这位在蛮荒天下都一样大名鼎鼎的尹官大人。结果对方出场的一头以肉搏厮杀著称一周的大妖见到是尹官，当场直接认输跑了。然后对峙双方就看着尹官在战斗中央轰天砸地，足足发泄了1刻钟才离场，可见这位尹官小姑娘的脾气之火爆。所以尹官对于今天挑战之事就只有一个看法，那就是3人啥也别争论了，直接开干往死里打，别影响他看热闹。结果奇兽向尹官求情，让他先出手，无论输赢，奇兽说这场大战过后他都会找庞元济不分生死的打上一架，能尽快开打。尹官当即就同意了奇兽的求情。随后陈平安正式与奇兽开打。奇兽也不愧是剑气长城除宁瑶外第1阶梯的天才人物，奇兽不仅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自身更是拥有3把本命飞剑，而且就连他随身所携带的配件都是半仙兵。好在陈平安隐藏的手段也不少，最后陈平安也是终于逼得奇兽不得不使用半仙兵。陈平安这一次出门时可没有携带仙兵剑仙，奇兽使出半仙兵很有可能让局势逆转。与此同时，另一边剑气长城城头之上，已经来到剑气长城数年的左右正在城头之上闭目养神，在左右身旁还有一位来自宝平州的魏晋，因为魏晋也是受过阿良的教导，所以这些年魏晋早已和左右打成了一片。魏晋知道了陈平安是文胜一脉的小师弟，所以远观陈平安战场的魏晋就有些不解了。尹官大人都跑过去凑热闹去了，左右这位师兄咋还不过去看自己小师弟？对此左右只是神色淡然的回道，没什么好看的，一时争胜毫无意义。魏晋就感叹，这真不像是一位大师兄对小师弟该有的态度。左右听后摇头回复说，他从来没有承认过陈平安是他的小师弟，何况按照道统文脉的规矩，没挂祖师像，没进过香磕过头，陈平安也本来就不算他的小师弟。陈平安毕竟是出发前才建立祖师堂挂上文圣画像的，所以左右还没有得到消息也属正常。就是不知左右知道陈平安在落魄山挂了先生文圣的画像后又有多开心。魏晋听到左右的回答也不再多说什么，只是接着魏晋便自顾自地说起了陈平安对战的情况。魏晋说第1场陈平安很轻松地赢了，对手是一位龙门境的剑修。左右听后沉默片刻，依旧没有争辩，只是皱眉有些意外地说道，龙门境剑修吗？魏晋就以为左右是嫌弃陈平安的对手境界太低，于是魏晋又说出了陈平安第2场对战的是位金丹剑修。不料左右愈发皱眉，才10年，10年有了吗？陈平安竟就可以打龙门境剑修了？魏晋的心情有些复杂，心里思量着左右是不是对自己的那位小师弟太没有信心了。随后左右便让魏晋不用跟他讲陈平安那边的战况，魏晋便只好自己远观陈平安和奇兽的大战。期间魏晋感知到左右有些细微异样，左右肯定是自己也暗中在观察那边的对战，于是魏晋再次忍不住询问左右，既然左前辈对陈平安还有牵挂，为何连去见他一面都不肯？左右皱眉，他说他就是不认可陈平安是他的小师弟，陈平安可以是自己先生的弟子，可以是齐敬春的师弟，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就是他左右心中的小师弟，不然他左右为何自称大师兄？是公认的文圣首徒摧残如无。退一万步说，天底下有哪个光顾着与小媳妇卿卿我我，就将大师兄晾在一边的小师弟？我不把你当小师弟，是你小子就敢不把我当大师兄的理由吗？合着前面就是铺垫，
看来左右这位傲娇大师兄是在生陈平安的气啊！明白的魏晋便只好安安静静远观战事。而就在奇兽拿出半仙冰的时候，左右突然睁开眼睛，眯起眼，举目远眺陈平安对战的那条大街，看着样式是随时准备出手援救小师弟。毕竟奇兽是一直都准备要对陈平安下死手的。魏晋看着左右的举动，忍住笑不说话，但左右很快又闭上了眼睛。魏晋会心一笑，文圣一脉果真最讲道理。而左右之所以没有出手，只因为在奇兽使出半仙冰后，陈平安抬手就换来了仙冰剑仙。半仙冰对仙冰，奇兽自知无法胜出，便主动认输了。想装杯没装成的奇兽，反倒是让陈平安声势大涨。结束战斗的尹官率先离去，而在这一战，陈平安的一条手臂也是被打得露出了白骨。但战胜奇兽的陈平安并没有直接结束战斗，就在场看热闹的众人都打算离去时，拖着伤势越战越勇的陈平安却又出言要挑战庞元吉。庞元吉本不想应战，赢了也胜之不武，奈何陈平安示意对方只管出手。庞元吉神采飞扬，露出笑容，大步走出酒肆，站在街道中央，抱拳朗声道：“剑气长城庞元吉。”至此，陈平安算是彻底赢得了剑气长城的尊重。陈平安想了想，也抱拳还礼，一板一眼答道：“宁瑶喜欢之人陈平安。”两人的这场大战同样很是精彩。但陈平安可不会打毫无胜算的决斗，所以最终庞元吉同样输给了陈平安。至此，陈平安算是彻底在剑气长城站稳脚跟了。那么陈平安和傲娇大师兄左右相见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陈平安再见老大剑仙陈清都，谈及剑气长城之威，蛮荒大祖竟以整座蛮荒天下换剑气长城安全通行。随着陈平安战胜了剑气长城4位剑修天才，陈平安也是终于得到了剑气长城众人的认可。而见识了陈平安实力的燕卓自然也不敢继续挑战陈平安了。不过作为宁瑶朋友的他们都很替宁瑶感到高兴，因为陈平安确实是能配得上他宁瑶之人。接下来陈平安本要去见老大剑仙陈清都的，但是为了给庞元吉和奇兽留足脸面，陈平安便故意在宁瑶家养伤了3天才出门。陈平安故意养伤的目的便是告诉剑气长城，虽然这一次他赢了庞元吉和奇兽这2位天才，但是他也受伤不轻，以此来表明庞元吉和奇兽都很厉害。不然陈平安若是大战完毕直接去找老大剑仙，不就是说明剑气长城的2位天才都是花架子吗？没有给他造成太大的伤势，所以陈平安故意拖延时间出门，给出了自己的态度。庞元吉和奇兽自然就能感受到陈平安的诚意，毕竟陈平安这一次来剑气长城可是要待很久的，在剑气长城留下好感还是非常有必要的。3天后，陈平安便独自去城头找到了老大剑仙陈清都。再次见到陈平安也非常欣慰，因为崔禅曾告诉了陈平安妖族将会攻破剑气长城之事，这件事可是事关整个剑气长城的安危，所以这一次陈平安见陈清都后没有隐瞒，直接询问了陈清都老前辈是不是也看到了剑气长城被攻破的结局。未来大事身为强者的陈清都自是知晓，况且陈清都还是一位活了万年之久的老大剑仙，所以陈清都并没有对陈平安的询问感到任何惊讶。陈清都坦然回答说他还在算剑气长城被攻破的具体时间。于是陈平安再度询问老大剑仙，难道前辈就没有想过带着所有剑修从返浩然天下吗？陈清都笑道，当然想过，万年悠悠岁月，他见过一些很有意思的外乡人年轻人，就说最近的是剑术很好的左右，前几年是那少年曹慈，在前面些是阿良，再往前是南婆娑州的纯如陈纯安，继续再往前是一个中土神州的读书人，当时还很意气风发，半点不落魄。这些人加在一起约莫得有10个了吧。陈清都说，当他每次见到了他们，他就会对浩然天下便没那么失望。可是只靠这些早已算是外乡人的年轻人又怎么成？毕竟浩然天下让人失望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除此外，陈清都还告诉陈平安，蛮荒天下妖族大祖曾给他提出过一个条件，只要陈清都能让妖族大军顺利走过剑气长城去往浩然天下，那么整个蛮荒天下都可以划分给剑气长城。他们妖族当然是要去夺取整个浩然天下，不过陈清都自然是直接拒绝了妖族大祖的提议。陈平安听闻也是直接猜到了陈清都拒绝的原因，妖族大祖此举看似让剑气长城获益最大，但对方的用心却十分险恶。对方最为险恶的地方在于剑气长城在让路和开道的过程当中，剑气长城的剑修就会分崩离析，人心涣散。毕竟剑气长城防御了妖族万年，这万年间剑气长城死伤无数，如果陈清都让行，就等于那些先辈白白牺牲了。那么此时此刻剑气长城有几个对浩然天下心怀敌意的剑修，在那条道路上就会增加更多的剑修，这些剑修将会对剑气长城失去信心，选择离开，或是干脆就愤然出剑与剑气长城站在对立面。兴许剑气长城最终确实可以占据蛮荒天下，但是绝对守不住这么大一块广袤天地，因为千百年过后，这座天下遗留下来的不起眼的妖族最终会崛起，到那时剑气长城这些已经没有慷慨赴死大理由的剑修，早已逐渐在安逸人生当中一点点消磨掉了剑意，所以蛮荒天下终究还是会被妖族抢夺过去，除非是陈清都愿意死死盯着整个天下，每出现一头上5境妖族就出剑斩杀一个。
以此杜绝妖族的崛起。可陈清都若是一直对那些崭露头角的妖族出剑，百年千年，总有一天陈清都就会心神不济、疲惫不堪，气力犹在，出剑却要越来越慢，甚至终有一天彻底不愿意再次出剑。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北距泸州的剑修，不是那么多主动从浩然天下来此杀敌的外乡人，老大剑仙也根本守不住这座城头的人心。其实浩然天下除了北距泸州之外，其他大洲对剑气长城并不好，所以剑气长城早已有很多剑修对浩然天下心生不满，这些人可不想用生命来保卫对他们鄙夷的浩然天下，因此这也为剑气长城出现叛徒埋下了伏笔。陈平安的回答让老大剑仙很满意，而陈清都也知道陈平安来找他其实是还想让他去宁府帮忙提亲，所以陈平安还没说出口，老大剑仙就率先应下了帮陈平安提亲一事，并且陈清都大手一挥，顺带把陈平安的仙兵剑仙从宁府给强行召唤了过来。陈清都也是看出了剑仙之中有浩然气和道法两股力量相互较劲，所以陈清都直接就帮陈平安解决了剑仙中的麻烦。在送回剑仙后，陈清都告诉陈平安，宁瑶其实也悄悄跟了过来。陈清都笑言让陈平安对宁瑶只管胆子大些后便离开。随后陈平安与宁瑶并肩走在剑气长城城头之上，陈平安想到老大剑仙让他大胆的提议，于是陈平安便主动蹲下身要背上宁瑶。宁瑶满脸不屑却耳根通红。最后城头之上，陈平安背着宁瑶脚步缓慢，结果走着走着，宁瑶突然满脸通红，出声呵斥了陈平安一声：“陈平安，你再这样，我可就真生气了呀！”看来陈平安也是有点不老实啊。正在这时，宁瑶的外公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前，呵斥陈平安把宁瑶给放下来。陈平安可不认识宁瑶的外公，所以眼见有人胆敢阻止他背自己的媳妇，陈平安直接没好气的出言：“你管我啊！”宁瑶自然连忙解释对方是自己的外公。陈平安有些尴尬，就要悻悻然放下宁瑶时，不曾想又有人出现，让陈平安不用放下宁瑶。然后那人又对了宁瑶外公一句：“你管得着吗？”来人正是陈平安如今的傲娇大师兄左右。左右欲要教训小师弟陈平安，陈平安搬出先生文胜来撑腰。陈平安背着宁瑶行走在剑气长城的城头之上，结果宁瑶的外公姚冲道却突然出现，让陈平安放下宁瑶。没想到这时左右也现身给陈平安撑腰，直呼让姚冲道别管陈平安的事。左右自来到剑气长城后，在这期间的2次大战中，左右都曾一人从城头杀到妖族腹地并全身而退，所以展现过强横实力的左右如今在剑气长城早已威名远扬。因此在左右现身阻止姚冲道后，宁瑶的外公姚冲道便陷入了左右为难之地。左右也不愧是左右，说话做事很容易让人左右为难，而面对左右的阻拦，身为仙人境大剑仙的姚冲道脸色也很难看。身为姚氏家主的姚冲道心里便因女儿的事情窝火不痛快已经积攒很多年了。虽然左右比较不讲道理，但左右也不会对剑气长城之人下死手。就在姚冲道打算喊左右去城头南边打一场的时候，眼见不妙的陈平安只得硬着头皮当起了和事佬。毕竟一边是心爱女子宁瑶的外公，一边是文胜一脉如今的大师兄，两人谁都是不能得罪的主。所以陈平安当即放下了宁瑶，喊了一声姚老先生，然后陈平安就让宁瑶去陪着长辈说说话，他自己则是去见左右去了。于是宁瑶带走了姚冲道，宁瑶和外公姚冲道自然有说有笑。可陈平安见到左右后却没有喊出大师兄，而是抱拳叫了声左前辈。傲娇大师兄左右听到陈平安的称呼自然有些生气，所以左右便没有搭理陈平安。陈平安无奈便硬着头皮询问了先生文胜如今身在何处。其实陈平安有心让文胜作为前辈帮自己去宁瑶家提亲的，虽然老大剑仙答应了帮自己提亲，但文胜作为自己的先生去提亲显然更为合适正准。左右生气归生气，但关于自己先生的行踪他还是如实告诉了陈平安。如今先生文胜已经离开了中土碎山，去开辟一座儒家历代圣贤久久无法开山破关隘的远古之地去了。而且同先生的还有一位中土前辈持仙剑开道，先生则负责巩固道路，两人缺一不可。这位持剑仙开道之人自然就是势无敌的白野了。两人合力开辟的正是第4座天下。说完后，左右还反问了陈平安求学如何了。陈平安如实回答，读书一事不曾懈怠，问心不停。左右回答说就是效果不如何。陈平安接着又说道，读书是长远是快而多，晚辈资质不行，难免肤浅，不如慢且对求个深厚。陈平安自始至终都以晚辈和左右相谈，左右默不作声。而在陈平安和左右相谈的时候，被宁瑶带到远处的姚冲道对陈平安和左右的关系就有些不解了。毕竟姚冲道可不知道陈平安和左右之间的关系。陈平安来到剑气长城后，除了宁瑶外，也的确没有告诉过其他人他是文胜关门弟子的事情，所以姚冲道不明白左右这种见外无事的古怪剑修为何会为陈平安这个外人来跟他针锋相对。再说他管宁瑶可是家务事，他左右现身是不是管得有些太宽了些？所以若非陈平安及时圆场从中斡旋，现在他姚冲道这会儿已经在城头以南的广袤战场亲身领教左右的剑术是不是真有那么高了。至于输赢则不重要，反正他姚冲道都是输。姚冲道虽然是一位仙人境大剑仙，但他已是迟暮之年，早就破镜无望，加上这数百年来和妖族的战事不断击毙日深，姚冲道自己也承认他这个大剑仙越来越名不副实了。
每次看到那些年纪轻轻的地仙个性孩子，一个个朝气勃勃的玉仆敬晚辈，姚冲道很多时候是既欣慰又感伤。只有远远看一眼自己的外孙女是那一众年轻天才当之无愧的领衔之人，被阿良取了个苦瓜脸绰号的姚冲道才会有些笑脸。于是不解的姚冲道便想询问陈平安和左右的关系。宁瑶只说了左右当初帮陈平安在蛟龙沟开道的事情，同时陈平安这边也感谢了左右当初在蛟龙沟的救命之恩。对此左右只是淡然说追本溯源，当初初见其实与他陈平安无关。陈平安也知道自己这位小师弟并不被左右所认可，但陈平安也坦然对左右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陈平安也没觉得要认左右为大师兄。左右听后笑了笑，并没有动怒的了一声。随即陈平安便说明了自己不认可左右的原因。左前辈一生求学练剑两不误，最终厚积薄发，跌宕起伏，精彩万分。先有让无数先天剑胚低头俯首，后又出海访仙一人仗剑问剑北拒泸州，最后还有问剑同叶州力斩杜茂阻他飞升。做了这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可为何独不去保平州看齐先生一眼？齐先生如何想，那是齐先生的事情，大师兄应当如何做，那是一位大师兄该做的事情。当初齐先生力扛天劫，生死道消，自始至终左右都不曾现身去看自己的师弟最后一眼，所以因为齐先生陈平安对左右这位大师兄有些怨言。左右听后沉默无言。陈平安说完就要告辞离去，没想到左右又把陈平安给留在了原地。不过说实话，陈平安此次说出心里话，已经做好了被左右打一顿的心理准备。陈平安想着大不了在宁府宅子那边躺个把月养伤，但左右留下陈平安后并没有任何言语，也没有出手。内心煎熬的陈平安只得再次出口询问左右留下他是否还有什么交代。左右摇头道，懒得讲道理，这不是他擅长之事。所以左右是在犹豫对陈平安出剑的力道，因为现在陈平安境界太低，出剑教训中了反而是麻烦事。汗流浃背的陈平安可不觉得左右是在开玩笑，于是眼看就要挨揍的陈平安立马就搬出了先生文胜。陈平安说文胜老先生爱喝酒，也喜欢游历四方，说不定哪天就来到了剑气长城这边。左右一听就知道陈平安这是妥妥的准备向先生告刁状，这种事情当年齐敬春可是最擅长，关键是齐敬春还一告一个准，他左右为此可没少挨先生的骂。而现在陈平安就带着齐敬春的白玉簪子，所以左右破天荒有些憋屈的立马就让陈平安滚蛋。随即陈平安连忙带着远处的宁瑶跑路离去。而陈平安离去后，先生文胜果真来到了剑气长城。文胜陈平安左右齐聚剑气长城，陈平安向先生文胜告刁状，左右频频挨骂。陈平安来到剑气长城只管宁瑶，完全不在乎大师兄左右，所以傲娇大师兄左右就主动现身，准备把陈平安揍一顿。奈何陈平安搬出了先生文胜做靠山，左右这才放任陈平安离去。而在陈平安带着宁瑶离开后，宁瑶的外公姚冲道就有些好奇的来到了左右的身前。不知道陈平安和左右关系的姚冲道就询问左右是不是很看重陈平安，所以左右才会现身帮陈平安撑腰。面对姚冲道的询问，左右根本不想搭理他，直呼让姚老先生不要与他讲废话。然而就在这时，陈清都突然走出居住的茅屋，望向天幕，轻声道了句稀客。原来是有人从浩然天下的天幕闯入了剑气长城，惊动了陈清都，并且闯入之人手段极高，仅只有陈清都察觉到了有人闯入的蛛丝马迹。要知道没有人能够如此悄无声息地步走到玄山大门，直接穿过两座大天地的天幕，径直来到剑气长城，就算是镇守到玄山的道家大天君都做不到。好在来者是客不是敌，陈清都打过招呼后也就放下心的回到了茅屋，然后闯入之人直接就出现在了左右的身前。左右看着来人直接愣了一下，原来来客正是左右的先生文胜。回过神的左右就要站起身作揖行礼，结果他就被文胜给狠狠地教训了一通。胆敢如此对姚老前辈无礼，规矩何在？姚冲道可是自己关门弟子陈平安心爱之人的外公，文胜当然要为小平安留下好的印象，所以被教训完的左右也是立马与姚冲道道了歉。然后姚冲道就看到一个穷酸老如是模样的老头，一边伸手扶起了有些局促的左右，一边正朝他姚冲道咧嘴灿烂笑着。姚家主姚大剑仙是吧？久仰久仰，生了个好女儿，帮着找了个好女婿啊！好女儿好女婿又生了个顶好的外孙女，结果好外孙女又帮着找了个最好的外孙女婿。姚大剑仙真是好大的福气，我是羡慕都羡慕不来啊！也就教出几个弟子还凑合。文胜的一顿夸赞愣是把姚冲道都给整懵了。随后文胜便去见了老大剑仙，同时一位坐镇剑气长城的儒家圣人在感知到文胜的到来，也是立马主动现身与文胜作揖行礼。坐镇剑气长城的三教圣人同样会轮换，只是他们轮换的光阴长短并无定数。而如今坐镇剑气长城的儒家圣人曾经是享誉莲花天下的大佛子，当初这位大佛子便是与文胜论道输给了文胜，以至于这位大佛子最终放弃佛家身份，转身投入了儒家门下。如今成为儒家圣人的大佛子到了剑气长城之后，更是身兼两教，学问神通，术法极高，是隐官大人都不太愿意招惹的存在。
文胜见到他也是感慨万分。在儒家圣人离开后，文胜便开始与老大剑仙商谈此行的政事。这一次文胜前来剑气长城的目的，便是来帮儒家文庙向老大剑仙陈清都借3个人。如今妖族要入侵浩然天下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剑气长城很难阻止此次妖族的全面进攻，所以浩然天下儒家文庙也不得不开始准备布防抵御妖族的入侵。只是有些大洲到底还是缺少高端战力，因此文庙才会让文胜前来剑气长城借3位剑修高手。可陈清都却直接拒绝了文庙的请求，因此没过多久，文胜便一脸惆怅地走出了陈清都的屋子。左右就询问文胜何时离开剑气长城。文胜挠挠头，他和陈清都商谈失败，可再难了总也得再试试看，如果真的没得商量也没辙，该走还是要走。接着左右就询问先生难道就不去见陈平安吗？文胜有些发怒，指责了左右一声，左右便不再言语。文胜似乎有些心虚，拍了拍左右的肩膀，然后文胜便开始忽悠左右去往他和白野开辟的第5座天下。当初曾有高人预言左右是个死，而如今剑气长城最为危险，左右如果待在剑气长城极可能会应验这个预言，所以文胜就想把左右给叫去相对安全的第5座天下，远离危险。可左右依旧拒绝了先生的好意，对此文胜就哀怨道，他这个先生当得很委屈，毕竟一个个学生弟子都不听话。一旁的左右见此就说，不还有个陈平安吗？为何先生就是不去与陈平安见一面？文胜听后又小又皱眉，神色古怪，说出了陈平安在家乡建立祖师堂，并且还挂了他文胜神像的事情，而且神像还是挂在最高的位置。文胜口中说其实挺不合适的，偷偷挂书房就可以了，但文胜说话时嘴角都快翘上了天。纵然是左右都有些看不下去的相劝先生，劳烦先生把脸色的笑意收一收。另一边，离开城头的陈平安带着宁瑶去往了叠章的店铺。宁瑶的几位朋友中，只有叠章是出生在陋巷，所以在剑气长城没有开战的时候，叠章便需要为自己的生计奔波。这些年，叠章也是凭借自己的战功开了一家店铺。而就在陈平安和宁瑶他们闲聊的时候，文胜突然就出现在了陈平安身边，拍了拍陈平安的肩膀，说道：“长大了，辛苦了。”宁瑶虽然没有见过文胜，但是从文胜对陈平安的态度依稀猜出了他的身份，所以宁瑶识趣地把叠章叫到了一边去，只留下陈平安和文胜2人叙旧。接着左右也出现在2人身边。当3人落座之后，文胜就询问陈平安和左右2人认了师兄弟没有。左右率先回答，他可没觉得陈平安是他师弟，当然陈平安也不认同左右这位大师兄，而文胜当然是偏袒自己的关门弟子，所以听到2人的回答，文胜当即就是一巴掌拍在了左右的脑袋上，还把左右狠狠地给数落了一顿。一旁的陈平安顺势向文胜告刁状，说左右先前在城头之上还打算教他剑术来着，左右担心他境界太低，所以比较为难。陈平安就是委婉地说这位大师兄准备教训他一顿。等陈平安说完毫无悬念，左右又挨了先生文胜一巴掌。左右黑着脸想着等先生离开剑气长城后，他左右就半点不为难了，到时候可要好好的教导陈平安一通剑术。不过陈平安在告完刁状后，还是对先生夸赞了左右为他在宁瑶外公面前撑腰的事情，文胜这才轻描淡写安慰了一下左右。左右闷不吭声，先生自然都是对的。不过左右决定要教陈平安的剑术场次却是默默在增加，而陈平安在去山崖书院的几次，毛晓东都曾让陈平安遇到先生带他问好，所以如今见到文胜，陈平安便说出了山崖书院的毛山主一直很挂念先生。虽然陈平安早已经是文胜一脉的小师弟了，但这还是陈平安第一次称呼文胜为简简单单的先生。至此陈平安也算是正式承认自己是文胜一脉的小师弟了，所以文胜一听到这句最为简单的先生，立即就竖起耳朵，故作没有听清的让陈平安再说一遍。左右翻了个白眼，陈平安笑着继续叫了一句先生。文胜喜笑颜开，左右就有些疑惑了，为何当年在宝平州陈平安不愿承认文胜是先生，如今境界高了反而认了先生？对此陈平安回答道，当年他没读过书，凭什么认先生？难道就凭先生是文胜吗？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是不是至圣先师李胜亚圣出现在他身前，他们愿意收他陈平安就一定要认他们做先生？先生愿意收取弟子，弟子入门之前也是要挑一挑先生的。陈平安说只有读过3教百家书，就像那货比3家，最终认定先生果真学问最好，他才会认的。哪怕先生反悔不认了，他自己都会孜孜不倦拜师求学，如此才算真心诚意。听着陈平安的这一顿行云流水的溜须话，左右愣是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他左右见过不要脸的，愣是没见过陈平安这么不要脸的。不得不说，落魄山一脉的精髓可能就是源自陈平安这位山主。之后师徒3人相视而笑，默逆于心。然而文胜也不能在剑气长城待太长的时间，不然蛮荒的飞升境大妖可能会一起出手拦截文胜离去。所以就算万分舍不得与先生分别，左右也不得不相劝先生离开。文胜背靠椅子一太闲时，喃喃自语道，再稍稍多坐一会儿，先生已经很多年身边没有同时坐着2位学生了，一左一右2学生，先生居中坐。文胜身边终于不独独只有左右了。
左右是如何看待陈平安这位小师弟的呢？随着文胜来到剑气长城，要找陈清都借剑仙去浩然天下，因此恰巧在剑气长城的陈平安和左右见到了久别的先生文胜。从前不承认自己是文胜关门弟子的陈平安，也是正式拜入了文胜一脉。师徒三人在短暂的相聚过后，文胜不得不离开剑气长城，不然让妖族得知文胜在剑气长城，肯定会不计后果开启大战，强行出手留下文胜的。而在文胜离开后，现场就只留下陈平安和左右两人。先前陈平安可是在先生面前告了左右的刁状，左右为此还挨了文胜的打骂，所以如今没有了先生文胜撑腰，陈平安表面上很是悠哉悠哉的喝着酒，但内心却早已惊惶不安。左右见此便直接拆穿了陈平安的掩饰，没了先生偏袒，假装镇定从容很是辛苦的。陈平安坚决不说话，不露出任何破绽，对此左右也没有太过为难这位小师弟。接着左右只是询问陈平安，之前陈平安不知道先生文胜会来剑气长城，所以陈平安去请了陈清都出山帮忙提亲，这件事没有问题。可如今先生来了，陈平安为什么不主动开口让先生帮忙去提亲呢？答应与否是先生的事情，问与不问是陈平安这个学生的礼数。陈平安如实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先生如今怎么个情况，他陈平安也是有一些了解的。如果真开口让先生帮他去提亲，就会让先生为难，就算先生不为难，他这个做学生的心里也会良心不安的，哪怕双方心里过意的去，还会为整座剑气长城惹来麻烦。因为文胜待在剑气长城的时间越长，牵一发而动全身，就会直接导致妖族和剑气长城双方大战开幕。到那时文胜离去之时，岂会真的不为难？左右点点头，算是认可了陈平安这个回答。先生多愁思，弟子当分忧。而在左右准备离开前，陈平安突然说道：“希望没有让师兄失望。”左右沉默片刻，缓缓道：“还好。”左右的还好，也就是真的很好了。陈平安松了一口气，笑道：“那就好。”并且左右离开前还告诉陈平安，如果有人胆敢欺负他陈平安，就让陈平安直接飞剑传讯给他左右，到时候他自会前来教教他们做人。至此左右也算是认可了陈平安这位小师弟。随后左右就回到他所居住的城头，左右轻轻从袖子中拿出了一部装订成册的书籍，这本书是先前陈平安交给先生文胜的，然后文胜不知为何却又偷偷将书交给了他左右，连最疼爱的关门弟子陈平安都隐瞒了。这本书籍记录了陈平安这些年游历的所有点点滴滴，而当左右仔细翻完这本书籍后，左右才明白为何先生文胜会把陈平安的游记留给他。随即左右便转头望向天目先生离别之处，左右明白先生自从成为人间最落魄的儒家圣贤后，虽然先生始终笑容依旧，但左右却知道那不是真开怀。毕竟自三四之争文胜落败后，被除名的文胜一脉弟子流散漂泊不定，文胜其实对弟子们很是愧疚，唯有见到如今才愿意认他做先生的小师弟陈平安后，文胜哪怕笑容不多，言语不多，哪怕已经分别，左右知道自己的先生此刻注定正在笑开颜。随后左右便自顾地说起了陈平安。陈平安可能不清楚，若是他到了剑气长城，听说他左右身在城头之后，便要匆匆忙忙赶来他跟前称呼他为大师兄，那么他左右才会是真的会失望，同时还会疑惑小七怎么会选中这么一个小师弟。又若是陈平安悄悄在家乡建造了祖师堂，悬挂了先生文胜的画像，便要主动来与他左右邀功言语一番，他同样会失望，疑惑先生为何要选中陈平安这么一位关门弟子。或者若是陈平安觉得左右此人剑术不低，便要主动来跟他学剑，左右就会最失望，自己为何要承认这么一位师弟。但是这一切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陈平安就是他左右心中期待百年的那个小师弟了，甚至比他最早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小师弟形象还要更好些。当年蛟龙沟一别，他左右曾有言语对陈平安未曾说出口，是希望陈平安能够去做一件事，那就是希望陈平安能替曾经的小师弟齐敬春多看几眼这座天下。不曾想陈平安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如今陈平安已经走过了浩然天下三洲之地，看遍三洲山河，所以左右看过了书上内容后，才明白先生为何故意将此书留给自己。文胜便是想让左右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小师弟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而通过游记中陈平安的旅程和心路，左右才发现这个小师弟比自己想象中最好的还要好。左右这才明白，难怪自己的先生对陈平安会那么偏心，难怪先生会那么欣慰。所以此时此刻左右觉得离开陈平安时自己那句别别扭扭的还好，会不会让小师弟感到伤心呢？可见看过了陈平安的书籍后，左右才彻彻底底认可陈平安这位小师弟。绿端小姑娘郭煮酒拜师陈平安有多可爱呢？在左右看完了陈平安的游记旅程和心路，傲娇大师兄左右终于彻底认可了陈平安这位小师弟。而在左右没有教训陈平安就离开后，陈平安也是终于松了一口气，毕竟面对傲娇高冷的大师兄说不紧张那是自欺欺人。不过左右来见陈平安时悄无声息，离开的时候却没有掩饰自己的剑气踪迹，所以剑气长城的大半剑仙都清楚了左右这一趟和陈平安的见面。左右无形之中表明了他和陈平安关系非凡，今后谁要是敢动陈平安，就得掂量掂量他左右剑术如何了。而在左右离开后，宁瑶带着谍帐也返回了店铺。谍帐因为是宁瑶几位好朋友中生活最拮据的一个，
但谍账又从不白白接受朋友宁瑶他们的接济，所以为了帮助谍账减少一些时间为自己的生活忙碌，多一些练剑的机会，于是陈平安便准备和谍账联合开一个酒铺，这样既能帮助谍账，陈平安也能增加一份收入。就这样，陈平安和谍账达成合作，谍账为酒铺大掌柜，陈平安这位坑人的二掌柜就此上线。当然赚钱是小事，陈平安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帮宁瑶和几位朋友的关系更上一层楼。毕竟每当出城斩杀妖族时，剑气长城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小团队，在战场上面对铺天盖地的妖族大军，很多时候都需要朋友之间互相帮助才能够从大战中存活下来。所以只有他们的小团体关系越是紧密，他们在一起的战斗力就会更强，同时他们的存活率就会更高。之后陈平安和谍账便开始准备店铺开张仪式，而在这期间，陈平安又一位弟子绿端小姑娘郭竹九也正式上线了。作为剑气长城土生土长的郭竹九，在别人眼中是个小怪人，从小就脑子拎不清，说笨肯定不算，她是个极好的先天剑胚，被郭家誉为未来顶梁柱，说聪明更不行。小姑娘闹出来的笑话茫茫多，简直就是剑气长城的开心果。不过还有传闻，尹官大人其实挑中了2个人选，除了庞元济，另外一个人就是郭竹九，能被尹官大人看中，可见郭竹九这位小姑娘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而前不久陈平安大战剑气长城的几位天骄时，一旁观看的郭竹九看见陈平安雷厉风行的拳法后，不知道咋想的郭竹九就非要嚷嚷着要跟陈平安学拳，所以在这段时间，郭竹九几乎每天都会来到宁府门口嚷着要跟陈平安拜师学艺。受不了的宁瑶在期间还把郭竹九拖进院子痛打了一顿，不过好不容易消停了一天，不曾想只隔了一天，郭竹九竟又跑来了宁瑶家门口。只不过这次郭竹九学聪明了，喊了要拜师后直接就开跑，他甚至乐此不疲，一天能飞快跑来跑去好几趟，反正无忧无虑，小姑娘的她也没有事情做。然后宁瑶受不了，又给她教训了一顿，可郭竹九就是要拧着性子要跟陈平安学艺。宁瑶对小姑娘郭竹九也没辙，因为郭家与宁府是世交，还是一直就没断过的世交。要知道当初宁瑶的父母在和妖族的13之争中战败身死，宁瑶的父母因此被剑气长城大多人所唾弃。然而郭竹九的父亲仍是举家来了宁府祭奠，郭家也是唯一一个前来祭奠了宁瑶父母之人。而且后来齐家觊觎宁瑶家的斩龙台，郭竹九的父亲更是站出来直白无误与齐家剑仙当面硬抗，所以宁瑶才会2次把郭竹九拖进宅院教训一顿，阻止他的瞎胡闹。不然若是换成别的小姑娘这么瞎胡闹，宁瑶可不会在意的。因此拿郭竹九没辙的宁瑶只得让陈平安亲自出马。结果陈平安一出现，郭竹九就立马朝他磕头拜师。陈平安可没有收徒的心思，所以躲过这一拜的陈平安便以和郭竹九名字不合的理由拒绝了他。然而郭竹九听后却是一脸真诚地告诉陈平安，他说他回去就让爹娘帮他改个名字。无奈的陈平安只得再次糊弄郭竹九。陈平安说他收徒看缘分，第一次先看名字，名字不成就得再过3年，第2次就不看名字看时辰了。也就是说3年之后郭竹九还有拜师的机会。没想到郭竹九果真相信了陈平安的话。郭竹九听完理由十分懊恼，重重跺脚就跑了，嚷嚷着要去翻黄历，给自己挑选3年后能成功拜师的那个黄辰吉日。陈平安也是没想到郭竹九这么好糊弄。不过随后陈平安从白嬷嬷和奈兰夜行的口中得知了郭竹九家和宁瑶家世交的事情后，陈平安也是动了要收郭竹九为徒的心思。之后陈平安和谍账的酒铺正式开业，陈平安亲自为酒铺题写了楹联。因为陈平安作为一个纯粹武夫，却写出了剑仙的豪迈言语，所以大街上满是对酒铺的嘲讽。谍账到底是脸皮薄，面对众人的嘲笑，额头都已经渗出汗水，心底也甚是些担忧能不能卖出酒。没想到输给了陈平安的庞元济率先打破僵局，登门喝酒，可见庞元济心胸宽广，值得一交。紧接着魏晋也来到了酒铺，只是魏晋没有着急喝酒，而是率先问了一句贺小良如今是否安好。要知道魏晋可是一直爱慕着贺小良，而贺小良又对陈平安有着理不清的关系。好在陈平安不喜欢贺小良，痴情人魏晋便默默喝酒消愁。之后郭竹九也拿出自己的小家底，硬拽着几位好朋友来给陈平安酒铺凑人气。本就有意收徒的陈平安顺势将郭竹九收徒仪式给减到了1年半，毕竟收徒仪是急不得，况且还需要得到郭竹九长辈的认可后才能确定收徒。有了庞元济和魏晋，还有郭竹九带领的这些小姑娘们陆续捧场，陈平安和谍账的酒铺子便有了生意。在这之后，酒铺子的生意越来越好，陈平安反而当起了甩手掌柜。每次到铺子这边，陈平安竟然更多还是跟酒铺周边的聚集的小孩们聊天，偶尔陈平安也会教他们识字，甚至后来陈平安直接经常坐在太阳底下，与这一帮孩子们说些浩然天下的山水鬼怪故事，当起了说书先生，并且还教导他们读书习字。久而久之，剑气长城就像多出一座也无真正夫子，也无真正蒙童的小学署。一直以来，剑气长城大多人都对浩然天下心怀恨意，然而浩然天下又有无数的侠客义士前来支援剑气长城，他们在剑气长城留下了很多故事，其中不乏有很多绝世风姿之人。
这些人给活了上万年的老大剑仙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因为他们无私的付出，剑气长城对浩然天下的恨意才会减少几分。其中阿良的出现，更是冲淡了剑气长城刑徒们对浩然天下恨意这件事。所以陈平安如今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延续阿良所做过的事。陈平安要做得更好，这就是对人心初见，通过一篇篇故事，让这里的人更加清晰地认识浩然天下。从浩然天下的各种故事，浩然天下的山水神怪，到浩然天下的正统文化，润物无声。陈平安便是希望以此为开端，让阿良以及那些前辈们在这里人们心中埋下的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